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过年一定要说的话。小美，新年好。今天我们来聊聊过年说的话。大明，新年好。这个话题太有趣了，大家肯定有共鸣。是啊，过年期间我们总会说很多话。对，有些是祝福，有些是问候，有些是有些是让人头疼的话题，对吗？哈哈，没错。那我们先从最基本的祝福说起吧。当然，我觉得新年快乐是大家都会说的。是的，还有恭喜发财也很常用，尤其是拿到红包时。哈哈，那是必须的。给长辈要说身体健康。对，还要说万事如意、心想事成等等。这些都是很美好的祝愿，让人听了心里暖暖的。是啊，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都顺顺利利。那对小孩子呢？一般会说什么祝福语？对小孩，通常会说学习进步，快高长大。哦，还有聪明伶俐也不错，希望他们健康成长。这些话都充满了对晚辈的爱和期望。好了，说完了这些正常的祝福语，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就是那些挑战了。哈哈，你指的是亲戚们的灵魂拷问吗？没错，每年过年都逃不掉的问题清单。最经典的恐怕就是有没有对象啊？听到这句，我感觉我的血压都要升高了。还有工作怎么样？工资高不高啊？真的，我每年都想不出新颖的回答。我通常就笑笑，然后说还行，挺好的。这是个好策略，我也试过，但有时他们不放过你。对，他们还会继续追问细节，哈哈。另一个常见问题是什么时候结婚啊？如果有对象，就会问什么时候生孩子啊？天啊，这些问题好像没有尽头一样。我们应该准备一个标准答案来应对。也许可以说明年吧，到时候请您喝喜酒。或者缘分还没到，不着急，慢慢来。这样说既礼貌，又不会让他们一直追问。还有一些话，我觉得过年的时候最好不要说。是的，比如不要说不吉利的话，或者抱怨的话。对，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，给大家带来好运。不要和别人比较，也不要问别人隐私。这一点很重要，尊重别人的感受。我们的目标是让大家开开心心过个好年。是啊，多说吉祥话，多送祝福。这样整个春节气氛都会变得很棒。所以，过年一定要说好听的话，让大家开心。没错，记住我们今天聊的这些过年话。希望大家都能有个愉快又轻松的春节。也希望大家都能巧妙应对各种问题。哈哈，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。好的，下次再和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话题。拜拜。祝大家新年快乐。拜拜。哎，等等，小美。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你是不是忘了说什么？对，就是过年期间，我们还要注意什么细节？哦，你是指除了说吉祥话，还有其他方面？是啊，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有没有禁忌呢？当然有，比如鱼不能吃完，表示年年有余。哇，这个我差点忘了。还有什么特别的吗？还有，大年初一不能扫地，会把财运扫走。哈哈，这些习俗真的很有趣，也很有讲究。是啊，过年就是图个吉利，希望能顺顺利利。那
拜年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说法呢？拜年时要说恭喜发财或者新年快乐。这些是基本款。那如果遇到不熟的人呢？可以说身体健康或者万事如意就好。我发现这些话都带着美好的祝愿在里面啊。对，就是要传递积极的能量，让大家开心。那如果有人问到比较敏感的问题，怎么办？可以巧妙地转移话题，或者笑着说保密。哈哈哈，这个方法很实用，避免尴尬呢。是啊，保持幽默感是过年必备的技能。哎，对了，你有没有遇到过特别难回答的问题？有啊，比如被问什么时候结婚，真是头疼。我懂。我都被问什么时候生二胎，压力山大。这种时候真的需要一些万能回复才行。比如可以说快了快了，或者顺其自然吧。这些回答既礼貌又不会透露太多信息。我觉得学习如何巧妙回答也是一种艺术。确实是，这让我想到了沟通的重要性呢。沟通，尤其是在春节这种场合更显重要。是的，好的沟通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误会。像我们之前说的，尊重对方是第一步。没错，用心倾听也很重要，不要急着打断。我以前也遇到过，有时会不小心插话呢。后来怎么改进的呢？有什么小窍门吗？我会先等对方说完，再组织自己的语言回复。这个方法很棒，能让交流更顺畅、有效。对，而且也能让人感受到被尊重的感觉啊。这样一来，春节的聊天氛围就会更和谐。我觉得这些沟通技巧平时也可以用得上。是啊，不仅仅是过年，日常生活中也一样实用。那么，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推荐的沟通技巧？我觉得用积极的身体语言，比如微笑，很重要。微笑确实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呢。还有眼神交流，能让对方感觉你很真诚。这些小细节真的能让对话变得温暖许多。是的，学习语言也一样，细节决定成败。我听说像 Duolingo 这种应用能练习口语。对，多听多说，慢慢就会有进步的，别怕。学习语言确实不容易，但坚持很重要啊。没错，就像过年说好话，习惯了就自然了。是啊，练习真的太重要了，对吧？对，多说多练，才会越来越熟练。你觉得学习语言最难的是什么呢？我觉得是坚持下来，不放弃学习。很多时候我也会感到有点累。但小小的进步也能给人带来动力啊。说到学习，你有什么好方法推荐吗？我喜欢听歌，从歌词里学新词语。这个方法很棒。我也喜欢听中文歌。听力练习很重要，能帮助理解表达。对，听懂了才能更好地回应别人啊。还可以看中文电影，学日常对话呢。电影里的口语听起来很自然真实。没错，多接触地道表达，进步更快。你有没有用过什么学习语言的应用？有啊，像 Anki 卡片，用来记单词很好。Anki 我也用过，确实很有用呢。每天坚持复习一点，效果很不错啊。是的，碎片时间也能用来学习单词。这样积累多了，词汇量就会变大呀。但有时候说出口还是有点紧张呢。没关系，大胆说，错了也没什么呀。你说的对，自信心也是很关键的呢。语言就是用来交流的，别怕犯错误。我以前也遇到过，后来发现多说就好。对，就像过年说吉祥话，
开口是第一步。哈哈，这个例子很形象，很有趣啊。那你觉得平时怎么找机会练习口语？可以找语伴交流，或者自言自语也行。自言自语是个好方法，能锻炼思维。我还喜欢模仿电影台词，学语调呢。模仿能让发音更准确，更有表现力。没错，有时候也会录下来听听自己的。这样能发现问题，然后慢慢改进啊。你觉得学习语言有没有捷径可走？我觉得没有捷径，只有坚持和努力。确实如此，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啊。但找对方法，能让学习更有效率呢。对，比如刚才说的看电影、听歌那些。还有，找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来学。兴趣是最好的老师，能让人更投入。比如，你可以学跟美食有关的词语。哦，这个很不错，我喜欢吃中国菜。那就从菜名学起，比如宫保鸡丁呀。哈哈，光听名字就觉得很有意思了。是啊，这样学习会更有趣，更有动力。看来学习语言真的要融入生活啊。没错，让它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就好。这样一来，进步就会变得水到渠成了。一切都会变得自然，越来越好。对啊，感觉就像生活中的一部分了。是的，不再觉得是任务，而是乐趣。那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学习的秘诀呢？秘诀嘛，我觉得是多说多练，别怕犯错。犯错确实挺让人不好意思的，哈哈。没关系，外国人犯错很正常，大家会理解的。也是哦，那怎么才能多说呢？跟谁说啊？可以找语伴练习，或者自己对着镜子说。语伴啊，好像是个不错的主意呢。对，互相纠正，学习起来会进步更快。那有没有什么可以练习口语的应用呢？我听说像 Hello Talk 这种应用很不错。哦， Hello Talk， 我回头可以去看看。除了说，听力也很重要，多听中文歌呀。对，或者看一些简单的中国电视剧也不错。是啊，这样能学到很多地道的表达方式。那你说按主题学词汇是不是也很好？当然了，比如我们过年的时候要说的话。哦，过年要说的话，这个太实用了。是啊，像新年快乐、恭喜发财这些。哈哈，这些我听过，但不知道具体含义。新年快乐就是 Happy New Year 的意思。那恭喜发财呢？是祝人有钱吗？对，就是祝你发大财，赚很多钱的意思。哇，这个真好，我很喜欢这个祝福语。还有身体健康、万事如意等等。万事如意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按照你的心愿发展。哇，这些词语都很吉祥，很有趣呢。是啊，过年说这些，大家都会很高兴的。那有没有什么小技巧能记住这些呢？可以把它们写下来，多读几遍，加深印象。对，还可以结合场景，想象过年的气氛。没错，这样学起来会更有画面感，不容易忘。除了祝福语，过年还有什么特别的词吗？当然有啊，像压岁钱、红包这些。压岁钱就是红包吗？有什么不同？压岁钱是长辈给晚辈的一种祝福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很有文化内涵呢。还有很多美食相关的词语，比如饺子。饺子，我超喜欢吃饺子，它有什么寓意吗？饺子形状像金元宝，象征招财进宝。哇，吃饺子还有这个说法，真有趣啊！
还有年高，意思是年年高升，步步高。年年高升，是事业越来越好的意思吗？对，各方面都越来越好，生活也变好。看来了解这些词语真的能更好地融入。没错，语言和文化是分不开的，相辅相成。今天学到好多，感觉对过年更期待了呢。是啊，多了解一些，就能更好地体验它。对，感觉自己都快变成中国通了呢。哈哈，还有很多可以学的，别急嘛。比如呢？还有哪些过年必说的好话？当然是恭喜发财，这句话超实用。恭喜发财，是不是祝别人有钱的意思？对，祝愿对方财富越来越多，很吉利。哇，那我要多说几遍，希望大家都发财。还有新年快乐，这个你肯定知道吧？这个知道，就像英文的 Happy New Year。没错，简单又直接，大家都会说。我觉得这些祝福语真的很有感染力呢。是啊，语言是情感的载体，能传递快乐。说起来，你有没有遇到过语言学习的瓶颈？有啊，当然有，特别是发音和声调。对，声调真的好难，一不小心就错了。我以前练习的时候，常常会很沮丧呢。那你是怎么克服的呢？有什么好方法吗？我会多听，跟着原声模仿，反复练习。多听，这个方法我好像用的不够。也可以用一些学习 App， 比如 Duolingo。我听说过，但没怎么用过。它会把单词和句子拆解得很细，很适合。听起来很不错，我回去要下载一个试试看。还有，光听和看是不够的，一定要开口说。说。可是没人跟我说中文怎么办呢？你可以对着镜子自己说，或者找语伴练习。对着镜子说，这个想法蛮有趣的，哈哈。也可以参加一些语言角，那里有很多朋友。语言角，我以前还真没想过这种方式。交流多了，你的口语自然就会进步很快。学习语言确实不容易，需要坚持和耐心。是啊，但每学到一个新词，就很有成就感。没错，就像今天学到这么多过年的词一样。下一步，我们可以聊聊过年的禁忌和习俗。禁忌，这个听起来很有意思，都有哪些？比如，过年期间不能说不吉利的话。不吉利的话，具体是指什么呢？像死、病、输这些字都不要说。哦，明白了，要说吉祥话，图个好兆头。对，还有初一不能扫地，会把财运扫走。哇，这个规矩还挺多的，真是长知识了。很多习俗背后都有人们美好的愿望呢。所以，学习这些词语和习俗很重要啊。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尊重文化差异。我觉得我们今天聊得很深入，收获满满。是啊，能和你一起讨论这些，我也很开心。感觉对过年的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和理解。了解了这些，过年体验肯定会更丰富。肯定会的。我等不及要实践这些知识了。那我们下次再聊聊其他有趣的传统吧。是啊，我很期待实践这些知识呢。对啊，能用上学到的，很有趣。我会多说吉祥话，祝福大家。这就是文化传承的魅力所在。感觉我们今天真的学到了很多。是的，尤其关于过年的话语。比如恭喜发财是必备的吧？没错，还有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。这些话听起来就让人心情很好。传递美好祝愿，
是过年的核心。我也准备了一些新的祝福语。哦，快分享一下，给大家参考。比如万事如意和心想事成。这些都很好，很实用，也很吉利。还有学业进步送给学生朋友。真贴心，不同对象有不同祝福。对长辈要说寿比南山吗？也可以说福如东海，都很棒。这样过年拜年就更有底气了。是啊，让祝福更有深度和新意。感觉这些话语是情感的载体，它们承载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，表达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。是的，也体现了文化的独特魅力。难怪大家如此重视这些传统，因为它们是家的温暖，年的味道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感觉更深了。过年不仅仅是假期，是心灵的洗礼，也是家人团聚、增进感情的时刻。语言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呢。对，好的话语能拉近彼此距离，还能带来正能量和积极的氛围。我现在对过年充满期待和敬意。这正是我们做节目的初衷之一，让更多人了解这些中华文化。是啊，希望大家都能有所收获。今天的讨论真的很有意义。学习过年习俗，让生活更精彩。尤其是那些一定要说的话，它们是节日的灵魂，文化的精髓。那么，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。时间过得真快，又到了说再见。非常感谢小美今天的分享，也谢谢大明和大家的陪伴。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帮到你。了解过年必说的话语和禁忌。那么，你今年会用哪些祝福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。期待下次再和大家聊聊新话题。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